小伙伴们最爱的明星都是谁呢？咱们的蓝胖子只爱陆木匠，不仅每晚睡觉要看，而且还要对着电视载歌载舞，跳着最狠的魔鬼步伐，只求有生之年有幸见到陆木匠本尊。可大雄觉得陆木匠只是视频做得好，没其他优点，结果直接踩爆雷点。这年头粉丝可不好惹，轻轻松松就能送走一个明星。忽然小镇中人群涌动，原来是陆木匠本将来了。作为陆木匠头号粉头，第一个冲到了现场。可陆木匠拍一个镜头就要回房车休息一下，简直太不专业了。可当要拍下个镜头时，陆木匠就原地消失了。没见到陆木匠，蓝胖子简直生无可恋。可路过空地时，蓝胖子看了眼水泥管，就激动的说都不会话了。大雄这一看，就是陆木匠本将，我家枕头特舒服，不如来我家一起睡。就这样把陆木匠骗回了家，铺上没洗过的坐垫，送上昨晚的隔夜茶，就问起了原因。原来陆木匠每天疯狂做视频，有的人看完不点赞就走，简直就是惨绝人寰。陆木匠也很羡慕平凡的生活，偶像的要求作为粉头必须满足。大雄两人以猜拳的方式，毫无悬念的让大雄跟陆木匠互换身份，两人分别握住棍子的两头，就互换了身份。大雄火急火燎的就要出门体验明星的生活，陆木匠则代替大雄在家睡觉。看到大雄两人，虎父二人都惊呆了，这俩人啥时候混到一起的？大雄有一个温柔的摸头杀，让虎父二人羡慕嫉妒恨。大雄还热情的送上了亲笔签名，这签名的衣服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洗了，只是签的是大雄的名字。大雄的出现立马引起骚动，蓝胖子都快被挤成250斤的胖子了。两人好不容易逃脱，却误打误撞上了公司的车。经纪人不明白为啥陆木匠捡了头狸猫，还逃了拍摄，工作很快就安排上了，要接受独家采访。可大雄又不是陆木匠的粉丝，对于问答一问三不知。蓝胖子赶紧拉走大雄，如果毁了我的偶像，你以后就再没有育儿机器人了。为了解决难题，蓝胖子决定亲自来当陆木匠。这年头，粉丝比偶像自己都懂偶像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偶像今天穿啥颜色裤头都能给扒出来。一套回答行云流水，都给大雄看呆了。不愧是陆木匠的头号粉。可工作还没完，接下来还要唱歌。别看蓝胖子胖，可摇摇起来简直就是跳舞界的天花板。可蓝胖子的歌声是仅次于胖虎般的存在，照上去对口型了。两人准备回家，可接下来还有好多行程，毕竟一天不更新视频就会掉粉好几百。为了陆木匠能早日粉丝破100万，蓝胖子也是拼了，接活接到腿发软，都累到再起不能了。可合同里规定要干够996，这是要把蓝胖子榨干啊！蓝胖子只好用些手段，把经纪人变成了陆木匠。公司人员上门找人，经纪人才知道自己成了陆木匠。大雄两人终于解脱了，走出电视台已经是深夜了。两人回到家，老妈看着客气的大雄和自来熟的大妈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体验了一天平凡的生活，陆木匠决定变回真身。三人来到公园，经纪人也终于认识到自己以前的苛刻，以后陆木匠的生活应该会轻松些了吧？可问题来了，签名、照相、牵小手都没做，你们说蓝胖子这趟亏不亏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妖兽了，蓝胖子竟然不怕老鼠了，看样子他们是情侣关系，貌似又没那么简单。大雄满心期待跟静香的情人节约会，可代表爱的小点心却被小 B 给霍霍了。大雄是真惨，但蓝胖子却不同了，整张大圆脸上也只有胡须能来个造型了。毕竟蓝胖子可是海王，人家要打扮的帅帅的跟小蜜约会去，才不会管情人节还独自一人的单身狗。为了可以抓住小 B 得到爱的小饼干，大雄偷来动物变身饼干，只要吃了它就可以化身成猛兽。大雄选了一个就出了门，谁知大雄刚走，小蜜就入了门。大雄来到媳妇儿家，二话不说就吃了饼干，只听砰砰砰，大雄变成攻击中的战斗机，一套原创的呦呦呦，成功捕获了小 B。这下爱的小饼干有着落了，看到公鸡成精，蓝胖子吓得都忘了自己是头成精的猫了。回到家整理好毛发，就要跟小蜜约会，可屋内空无一猫，只有一只要逃的癞蛤蟆。看到满地的饼干，大雄立马甩锅，绝对是刚才那只癞蛤蟆干的。可癞蛤蟆此时不应该在冬眠吗？蓝胖子发动最强机器大脑，演算出此蛤蟆非彼蛤蟆，而是他的小蜜。爱情的力量让蓝胖子徒手可取巨石，可一路兜兜转转，依然没有小蜜的身影。小福拎着法国巧克力，正想找人凡尔赛，
却撞见了青蛙变河马的怪事。这等新闻，明天铁定能上热搜啊！看到这一切，蓝胖子更笃定，这就是他要找的小咪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本以为是两情相悦的爱的相拥，蓝胖子却惨变肉饼。可再苦再难，也不能丢了媳妇儿。小夫被感动的秒变高压喷水枪，蓝胖子为爱奔跑，河马又变成了狮子，一路奔跑进了胖虎家。情人节的单身火锅，就算是狮子来抢，那也得保住单身狗最后的尊严。蓝胖子继续为爱奔跑，可狮子不懂红绿灯，眼看要被撞散架，又变成了护价值超高的神兽玄武，上来就给了蓝胖子一口。这种误伤被蓝胖子理解为小两口之间的打情骂俏，可大雄却对乌龟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但爱情迷人眼，就算是只老鼠，咱们的蓝胖也照样爱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蓝胖子嗷的一嗓子一跳好几米。为了爱情，蓝胖子不断自我催眠。当两个身影重合时，蓝胖子又爱了，骚里骚气的求约会。这时静香出发去找大雄了，身后还跟了只猫。论约会这块，蓝胖子是拿捏的死死的。万花丛上配气泡，从今往后一起过。虽然时不时有些小惊吓，可心若相知，无言也默契。蓝胖子摆出一桌美食，本以为小咪最爱的是小鱼干，却没想到是奶酪。大雄都看呆了，这一定是鱼香味的奶酪。吃饱喝足了，就该玩耍了。可蓝胖子又遭遇暴击，小咪竟然喜欢转圈圈，怎么看都不像一只猫。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，附近的喵星人组团要给老鼠来一个一血。为了守住这份至死不渝的爱情，蓝胖子决定放大招。这时静香到了，还带来了爱的小蛋糕，一起来的还有小咪。这下大雄哑麦呆住了。蓝胖子跟小咪此时都上天了，无人打扰，蓝胖子就想做那种事。可当蓝胖子看到地上的三人组时，慌了，他慌了，纯种大老鼠啊！那么蓝胖子此时应该掏出什么道具来对付老鼠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成了人质，不仅反抗，还慌得不行。为了奖励大雄当人质的配合，劫匪决定送给大雄一份大礼——胖虎一记虎牙棒，以一个完美的弧度正中靶心。不管是不是胖虎的错，大雄永远都是那个背锅侠。这透明玻璃换一块起码要200，可大雄两手一摊，要钱没有，神车秒变一拳超人，把大雄锤成了葫芦娃。明明就是玻璃的错，就不应该出现在空地旁。蓝胖子这一听，拿出了材质转换器，这道具可以随意改变物体的材质。怕大雄智商跟不上，蓝胖子把房门变成了布，大雄惊得都炸毛了。恶搞二人组要对老妈下手了，把报纸变成了玻璃，坑娘啊！接下来就要解决玻璃窗的大事了。两人爬上墙角，大雄调好机器，把玻璃变成了铁。胖虎两人闻讯赶来，正好赶上蓝胖子顶风作案。只听一声巨响，玻璃竟然完好无损。这下再也不用怕神城的拳头了。棒球立马安排上，谁知胖虎一出手，小夫的法国进口球棍应声断裂。这是胖虎的错吗？明明就是球棍不是中国制造。大雄把报纸卷成棍，蓝胖子一照，纸球棍就问世了。别看是纸做的，击球效果那是杠杠的。大雄也想大显身手，岂料他那球技简直离谱。大雄有难，蓝胖子支援，把棒球变成了气球。大雄打出了人生第一个好球，谁知大雄一激动就开始原地蹦迪，完全忘了跑垒的事，成功把自己送出局。为了不成为胖虎的拳下亡魂，大雄嗷的一嗓子就逃到了公园，准备钻进小树林。可胖虎拿着狼牙棒追来了，危急时刻，蓝胖子把树叶转换成了铁片，两人才从虎拳下逃生。来到媳妇儿家，看到媳妇儿做的纸衣服，就决定送给她个惊喜，成功获得媳妇儿好感度+1。迈着求偶成功的步伐往家走，却路遇抢银行。慌乱中，大雄撞翻了钱袋，看着能在北京买套房的巨款，大雄心动不已。为了当个好市民，蓝胖子把背包变成了橡胶，害得劫匪在地上摩擦。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抱起背包不就可以了吗？正想中，蓝胖子被甩飞2里地，大雄还幸运地当上了劫匪的人质。接应的同伙赶到，大雄被强行塞进车里，蓝胖子带上竹蜻蜓疯狂追赶。来到车前，对着车一照，把铁皮车变成了纸糊的车，车辆一路飞行，落到了废车场，车顶徒手就能撕破。大雄被摔得眼冒金星，但劫匪可不会可怜他，拉着就要体能训练。可怜的大雄足足爬了40层楼，这才到达楼顶。劫匪也是个财大气粗的，
直升机都有，而且相当绅士。所以当人质的奖励，劫匪决定把大雄卖到国外当搬砖人。眼看大雄就要被塞进直升机了，蓝胖子终于赶到，为了救出大雄，把飞机变成了粘土。螺旋桨一个助攻，送走了劫匪。大雄两人还在重逢的喜悦中，不曾想也被送走。眼看就要把自己摔成人渣，蓝胖子小脑袋一转，在最后时刻把地面变成了蹦床。大雄两人获救，却把劫匪吓丢了魂。躲过劫匪这一劫，却没能躲过胖虎。道具被抢走，胖虎一粗人不看说明书。当两人赶到时，胖虎家的房子早变艺术品了，机器还被胖虎乱按给弄坏了。那么今晚胖虎妈会对胖虎如何特殊关照呢？